然后礼拜四就要去考试了，这应该是有史以来觉得最挫折的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那大家看封面或标题，应该已经知道这次的挑战。今天是2024年12月29号，我们已经预定了1月23号2科，然后还有2月底的3科考试。所以我们计划在2个月内把就是陆基考试全部考过。主要的挑战人是我，然后你可能就是陪考，或者是你的时程会跟我不一样。对。那我现在大概简单讲一下我现在的程度。哦，好，你很值得讲。对，我对俄文是完全是零基础。他是连那种。你哪想说连英文的 Thank you 或是 How are you 都不太讲的人？对，我连1数到10可能都还有点问题。我自认是极度的没有语言学习的天分。就我在以前上半辈子所有的学科里面，就是英文超级差，其他学科都还行，但英文就是我的罩门。我没有考过任何的英文检定，多益、托福、什么全民检，从来没考过。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每天要冲刺来考过这个考试，因为现在倒数大概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大概3周吧。我是只有每天晚上对，就下班睡觉以后2-3个小时吧，每天。我大概也会是抓2个3个小时。2个月要考过，我自己对我自己对啊，你为什么要对不给自己长一点的准备时间？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看到网络上很多经验都是他怎么准备，最后考到8分、9分、10分。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考高分，我目的有可能是要学俄语，有可能是要考过这个考试，而不是要拿高分，对，所以我很想知道0到6分需要多长的准备时间，而不是我怎么样完美很棒的去学习完这个考试，因为我的想象是0到6分可能很快，6到10分会很困难，所以我想知道0到6分是不是其实在极短时间内你就可以用一些很好的方法去冲刺给填压起来，因为有些人可能考这个考试他是有时间压力的，那我想分享的是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方式很短时间可以拿到6分，对，这个是我主要实验或者是有兴趣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找到一个很棒的学习素材，有这种东西哦？对，就是我们这次的赞助平台Inverhering Online。它就是专门设计用来冲刺俄语陆基考试的一个学习平台。Facebook 的这个融入考试的社群上也很常提到这个平台，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平台可以给我带来多少帮助。那我先消毒一下，没考过不是说这个平台烂，因为这个平台的基础订阅可能就是6个月以上，那我们只花2个月就想考过，所以其实真的是蛮硬蛮挑战的。那个平台有没有说你一定要考过？才提到他们没有是没有这样说他可能觉得2个月考不过，别人就不干那事，哪那么傻。好，接下来分享一下我未来2个月的应考策略。首先，我在1月底左右报考了2科阅读跟听力，然后在2月底的时候报考接下来的3科。第一阶段大概有3个多礼拜的时间，第二阶段大概有5周的时间。那我的策略是在前面3个礼拜就只先专注在阅读跟听力，就在这个时候都不去管后面剩下3个考科，然后等到这2个考科考完以后呢，再切换到后面3个考科。也就是说，基本上我是把它当做5个科目在应对，而不是学习俄语这个语言。好，这是我接下来2个月的计划。好，今天算是这个挑战的第2天。那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网站的一些资源，简单来说，它就是听说读写 KM 里面都有单字、文法，然后应考策略，然后一些练习题，然后后面这2个就是类似考古题。那我大概评估了一下，距离考试剩下3周，然后我打算在第1周就把应考策略的所有影片看完，然后还有这个一些练习题给做完。这个练习题就是只有3小题这样子而已，然后最后2周呢，集中火力把考古题一再一再的练习。那至于文法的部分，我觉得我是完全放弃，因为我觉得文法在应考上应该完全不是重点，因为听跟读
大概有一些关键字有抓到，应该就可以了。文法应该不是重点，所以我背单字的策略，我只背关键 keyword， 就是如果这个单字它不影响我能不能答对这个题目的话，那个单字我就会放弃掉。好，这个是我目前暂时拟定的短期策略。今天是1月3号，也就是挑战大概第4、第5天。不过我今天很挫折，今天写的答对率感觉只有3成，那觉得好像这挑战有点困难，对我来说。好，那就看后续怎么样吧。现在头都洗了，只能继续努力把这个挑战给完成。待会计划要写我第一次的考古题，就是一整份25题。那很好奇，第一次就是练习了这1个礼拜，然后大概背了100多个单字，这样子可以拿到几分？那待会崩溃妈也会考同一份考卷。那今天应该是他第一天正式开始学习，不过他之前有一些荷语的练习跟底子。好，刚考完听力，那最后交卷的分数是15分，我觉得还算有一点让我有一点点信心了，就是只拼了这一周，然后可以拿到这个分数，好像还有一点点希望。那现在稍微有点担心考古题不够的问题，因为我本来想用考古题去拼命的找到那个 pattern， 然后找到一些关键的 keyword， 把它都给记下来。那现在就看后续怎么进行。18分诶，才刚过标准，18分刚好过。对啊，你还有2个礼拜啊，你今天才第1天开始，太嚣张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呢。你在第1天开始，然后就18分。啊，我现在要干嘛？就是你现在保持18分就好了。好，那今天想要来做第一次的阅读的考题，那大家就看看1个礼拜的努力成果如何。好，终于写完了，那考得非常糟糕，就是只答对11题。那看它的标准就是13到17，就是有微小机会可以超过，0到12就是不可能可以过这个考试。那没想到比听力还要惨。那现在每天就是持续的写考古题啊，然后背新的单字，然后复习旧的单字，这样子持续的进行。现在不管是听力还是阅读，我的分数都蛮稳定的低。听力大概就是15分，但应该要19甚至20分才会过。那阅读也是要18、19分才会过。那现在稳定大概在11、12分，就是没想到阅读蛮惨的。那就看现在背单字能不能把这个分数给拉上去。好，刚考完官方阅读测验，拿了16分。上一次写阅读是1月6号13分，再上次是1月5号11分，看起来是有微微的在往上进步，不错，增加一点信心。后续就看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现在已经觉得每天碰看不懂的和文很烦很腻。那刚在 YouTube 上面找了一个影片，它也是 A2 的考题。那这个有30题，那刚是错了6题，就是换算到25题的话，大概会拿到20分。那就刚好在过的边缘了，有一点危险。那听力的话，目前还没有找到额外的考题可以再让我评鉴一下自己的状态和能力在哪里。但我觉得听力是更没有把握的，所以现在也是都很危险，都在及格边缘。剩下我也分享一下我现在大概会什么，不会什么。因为我自己的那个字典，就是我背单词的字典，我刚看了一下，我有分阅读跟听力的字典，因为听力的字需要的比较少，阅读的要比较多，但阅读也是你只要看得懂那个字就好了。听力的字典有291张卡片，就是291个，所以我听力大概知道300个字左右。那阅读的话，因为比较晚建立，阅读的话现在比较少，大概只有230个单字，那中间有很大部分是重叠的，所以我总共会的单字不过就是不超过400个，这是我现在会的。那我不会的是，我完全不知道任何的文法，例如说动词有一大堆变化型，我都不知道，我都只有记原形动词，然后什么你我他有很多不一样的形态啊，不一样写法，我也大概知道而已，什么所有格啊等等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说这是用这个字，这是用这个字，然后为什么有时候否定放后面，有时候放前面，然后甚至是名词也会有变化性，就长得很奇怪很像，
但不完全一样。这个我也都是不会的，所以我现在会的就是听得懂一些单字，然后看得懂一些单字，大概是这个程度。漂亮，漂亮哦，哇，厉害呢，你都知道。哦，鲜，鲜哦，哇，你知道呢？对啊，鲜呢。古稿区，啊，柜子， Coolcast 哦，Coolcast 是柜子 ，Coolcast 是冰箱。哦，一起啊，一起啊，真的呢，我不会，我也是夏天呢。好，今天是礼拜一，然后礼拜四就要去考试了。今天应该是有史以来觉得最挫折的一天。好死不死在今天感冒了，接下来3天，感觉现在关键是把感冒给养好。刚刚做了一份听力的考古题，然后25题里面有9题是做过的，其他没做过的大概错了快一半，所以现在感觉非常挫折，这个成绩实在是太糟了，就看可以抱什么佛脚吧。现在是1月21号星期二，然后情况越来越糟。今天请了在荷兰的第一次病假，然后脑袋片浆糊，好像很难去获取而稳。然后后天就要考试了，希望明天之前可以把病给养好，然后至少可以有基本程度的发挥。现在是考前最后一个晚上，现在身体觉得好多了，但还是稍微有一点晕晕的。自从考古题都已经写过到一个程度以后，对自己的听力程度到什么样的分数就很没有一个底。那现在就是听天由命，这3个礼拜的努力，看看可以拿到多少的成果。现在要准备开车去考场啊！今天早上起来，家里2个小朋友都发烧，然后早上上了半天班，现在中午了，准备去考试。那现在准备开车去考场，希望今天可以得到一个好结果，抚慰这几天比较低潮的氛围。好，准备开车去，希望一切顺利，然后可以一次通过，加油 ，Go！ 我刚很意外发现，我竟然看懂这个牌子写的意思了。我 Abandon 就是 ban 禁止的意思。从 start 7点到7点不能停车。刚考完听力出来了，超惨，根本就来不及写完。前面用太多时间了，然后后面好几题都大概3题4题以上都是随便猜的。然后照这个手感，我觉得大概25题有个11、12分不错，所以我觉得听力已经去了，就不用再等成绩了，听力应该就已经挂了。那整体来说，我是觉得好像不完全是紧张的关系，就是真的比想象中的还要难。现在平复一下心情，等一下要继续考阅读，希望不要连阅读也挂了。刚考完阅读出来，然后交卷的时候发现我是最后一个，我检查到最后1秒，那有一点点不确定了，大概有6题，就是说阅读还算蛮有把握的，这难度跟听力也差太多了。那就看到时候考试出来成绩怎样。我觉得应该是，如果19分就过，应该是会过了，不至于6题真的都全错。好，这就是今天考完2科的心得。那现在要赶快回家。回到家以后，2个小朋友一样是病恹恹的，然后崩溃妈也是累累的，所以他们刚才7点不到就3个都躺平了。那因为我已经算是在康复中了，所以体力相对比较好。那回到考试的话，今天是真的蛮没有心情。接下来继续准备写作、跟 KM 跟口说。昨天刚考完试，然后今天要重新重振旗鼓，准备接下来的3科考试。那写作部分看了一下 Embraer 的一些课程的说明介绍，大概有个底，就是我至少先把基础的文法给 pick up 起来，然后一些单字要知道怎么写。那所以写作部分算是比较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底。那 KM 的部分到现在还是很模糊，所以就决定
直接先写一份官方考古题。对，那主要是先抓一个感觉，到底是听力很重要还是知识性的东西更重要。如果比重在听力很重的话，那就可能就去了。写完考卷了，但那结果有点矛盾。他说我拿了62分，然后有通过，可是他上面又说40题要对28题才会通过。蛮开心的是，就是离通过的门槛没有这么远。其实过程中几乎都听不懂，很多都是凭感觉在选，看图，然后选一个看起来比较合理的，就大概猜测他在问什么。所以我接下来策略 KAM 可能会着重在知识的部分，把 Inburger 上面的一些课程很快的把它上完，就对知识性的东西有一个了解。今天是1月25的晚上，我觉得我听力应该是考炸了。那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1个月后，我顺便也把听力再考一次？那昨天查了一下，我考3科的那一天，刚好可以再接一个听力，也就是说那一天可以多考1科，考4科。所以呢，我也在想这个月多准备一个听力，因为听力跟口说基本上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练口说的时候，听力应该也是会有帮助到。还想说一石四鸟，看是不是有机会。接下来剩下4周嘛，所以我打算前2周好好的把文法给 pick up 起来。Inburger 的网站上面文法的这些课程都给看完，然后还有 KAM 也是，就是在这2周把 KAM 的这些素材教材给看一看，然后后面2个礼拜就开始针对写作跟口说的考古题去加强跟练习，也就是开始找出那些固定的 pattern， 做一份属于我自己的答案。就是每次遇到什么问题，大概就是套这样子的文法跟公式下去写。那是后面2周再开始准备。崩溃吗？今天收到了一封 DUO 的信，不小心就把它打开了。因为我以为是下一次考试的通知信。那你先讲一下你那天考试的心得好了，听力的考试。对，我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前面在干嘛，但是我还是时间，反正这一题我就是给大概 run 3次，反正听不懂先猜了以后反正先往下走再说，这样大概这个 tempo， 一直到中间题数之后，耳朵才稍微打开。所以我那时候考完后我就觉得，哎，比我预期想象差很多，比做考古题的感觉还差，就是大概是我头几次都那种考很差，没什么机会可以过的那个成绩。那后来阅读了？阅读哦，考试的时候反倒是觉得，其实还蛮游刃有余的。这样讲会不会被揍？但不觉得，但不觉得就是会看得懂，而且不觉得难。就是你选项稍微仔细一点，然后不要掉到陷阱或是漏看了什么，其实就还蛮容易选对的。废话不多说，直接公布你的成绩单。好烦哦！讲那么冠冕堂皇，就到成绩很差。就是这一些听力的部分通过是6分，然后阅读是9分，所以整体来说就是6分就过。所以成绩单它就是这样一张纸而已，上面也没有跟你说你实际25题拿到几题，你就只是拿到一个总分为10分的分数而已。先看一下我的阅读跟听力的成绩单。紧张吗？蛮紧张的，我比较怕阅读没有过，那真的很傻眼。什么东西没有过？阅读不会啦，我蛮有信心。你要有信心。那听力我是蛮好奇可以多低分。这应该是结果。哦，我看到了，你5分呢？5分呢，差一点点呢，好可惜哦。有阅读有啦，阅读过了，恭喜你，至少只要再补考1科。比我想象中低耶，我以为可以更高。哪一个？阅读。真的耶！搞不好他其实最低就5分，荷兰人不让你太低的。要么是4分嘛，5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差一点。对啊，所以就再报一次。那个赚爆。对，没错。我觉得如果是荷兰政府，我就这么做，又不会让你失去信心，又可以挣到钱。所以现在看到口说题目，觉得很绝望，就是点开没有一题是我可以讲出任何一个答案的。
口说感觉就难在你连写出一个句子都很困难，何况你还要在脑中把它建构起来，然后并且念出来，这个有点难，因为考试现场也不会有纸跟笔让你慢慢去想这个句子要怎么建构，就是只能在脑中组建，然后把它念出来。对于我这个完全没有荷语基础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难很大的挑战。对，然后我刚用口说是用 ChatGPT， 就是大量用它的语音功能，现在用起来感觉蛮不错的，就是真的很像有一个1对1的家教。Natuurlijk, hier is de volgende vraag. Wat voor werk doe je en hoe lang doe je dit werk al? Je kunt in het Nederlands antwoorden. Ik ben dokter al 2 jaar。请重复一次我的答案，然后用中文给我评分。Je antwoord was: Ik ben dokter al 2 jaar. 评分：句型的完整度3/3，回答清晰并回答了所有问题。语法2/2，语法正确，没有错误，回答流畅，没有停顿。清晰度和可理解性2/2，句子结构清晰，易于理解，发音清晰，容易理解。总分12分，词汇使用适当，但可以更丰富。总分12分，满分12分，很好。如果有其他问题，随时告诉我。是崩溃妈的吃播，好，讲一下你刚刚考试的心得。这是十全排骨汤。我今天先考了写作，然后 KNM。写作的话，我好像一直到昨天才把官方的考古题写完。大概就是7-8的把握吧。KNM 的话，大概就是我就把那 Inburgering 的一些所有的单元所介绍的，就大概就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其实蛮看听力，蛮考听力的。好，这个就是今天的心得。对啊，2周后还要考口说。图片里的单字量呢是不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图片就可能一个人手上一直带一只表，你不会讲手，不会讲表，那张图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可以用来回答单字要很准很精确，不能随便掰答案，所以这个就是图片题，现在比较困难，有可能是几乎放弃的。本来是跟 ChatGPT 练习，但后来觉得它的反应越来越慢，然后给的题目越来越局限在某一个范围，然后我的回答没有办法很好的帮我去纠正，或者是给我评分，所以口说这部分用 ChatGPT 越来越不太可行。这是口说考试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这次没考过，我之后要考过就变得更难，因为之后的那个图片题，就是我放弃掉这2题，它会变成之后的后半，之后后半就没有选择题了，就会变成都是这种图片题，那就很难了，那就是根本就是考你的单字量够不够，你单字量不够，这种题目就是很惨。近几天就是感觉不在轨道上面，就是感觉这个准备跟念书的节奏不太对。我才准备2个月，就现在就觉得有点腻，有点累了，所以显然这不是一个正常准备 A2 的方式。今天是2月21号，距离考试剩下5天。那刚刚检讨了一下昨天写的 KNM 的考题，根本就在考听力测验，我都是错一些很愚蠢的基本题，就不是那种知识型的题目，所以说这份考题如果全部翻成中文，我应该是可以拿满分。那昨天考就是刚好只过了标准，剩下2天就要考试了。那我昨天想一想，现在做什么事情报酬率最高？想一想，应该是想办法练习听懂口说的题目，因为口说题目听不懂是0分，听得懂可能文法错啊，或者是怎样作答很烂的答案，可能至少有一个4-5分，所以那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在口说的考试的听力上做加强，是投资报酬率相对比较高的一件事情。好，今天是考前的最后一天，然后把4个科目都大概过了一次。那现在觉得写作 KNM 可能还算有机会过，自己感觉是6-7分左右。然后口说的话，现在自己感觉可能是4-5分左右，所以过机会是蛮渺茫的。听力的话完全没有个底，因为后面这1个月以来没有新的考古题可以评量自己的程度，就是一直不断听旧的，然后去加强听力。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进展有没有效。今天大概就这样，就放弃挣扎了，待会就整理整理，明天早上准备出发，一次考4科。现在崩溃妈要带我去考场了。
他也准备了简单的三明治。好，早早到了考场，现在大概9点5分，然后是9点45的考试。然后准备进去，里面就不能录影了。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考试，来考场。好，加油 ，Go！ 写作考完了，比想象中难一点，然后题目方向很特别，跟写模拟考古题的方向不太一样，就让你要发挥你的很多的创意想象去写，还有时间相对是比较充裕的，你还可以慢慢想说这里要塞什么有把握的句子，然后要看起来又合理，就算过应该也不会太高分吧。那下一科准备 KM。那现在准备开始复习，还有大概半小时。考完 KM 了，现在中午中间有大概1个小时的休息，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吃我的三明治。然后刚的考题，我觉得，我不知道，大概有过也是6、7分吧。因为觉得题目其实我都听题目，其实我都没有听很懂。那我都是直接看答案，然后大概可以感觉他在问什么，然后就可以选。等一下下午接的第一科是最硬的口说，是我最没有把握的，有可能考到一半就直接信心崩溃。那等一下就看怎么进行。好，考完口说出来了，我觉得口说可能是少数觉得比模拟考感觉还要简单的一个考科。就是它图片题让我还可以讲出一些东西，没有完全放掉。然后前面口说的部分大概都听得懂题目，只是回答的好不好，有没有回答出来是一回事。那现在我反而比较担心 Part 2的部分，那12题选择题，如果错3题以上就 GG 了。我觉得有可能蛮大机会错3题以上，因为后面12题不是很有把握，算是蛮可惜的吧。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口说是这样的考题了。之后都会变成图片题为主，如果这次没考过，之后就累了。那希望运气好，后面选择题有选对，有一个好的结果。待会剩下最后一科听力，那听力就是我最迷茫的一科，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实力在哪里。那等一下考了就知道。终于考完4科了，这次听力大体来说，我觉得感觉比上次还 OK， 是比较有机会。如果上次不是只是运气好拿到5分，那这次应该是蛮有机会过的。那我甚至觉得我听力可能考得比写作还要好，因为写作我真的是一片混乱。总之现在5科都考完了，那先不管成绩了，就先去玩吧。反正我短时间也不会再考一次。真的如果没有过，也是之后好好念和文再来考。那这次的实验基本上到今天就算结束了，那后面就剩下开箱我的成绩单，然后慢慢来剪片。好，终于到了这个挑战的尾声。那之前我们已经有陆续收到几封成绩单了，然后有一些成绩单不小心就打开了，就看了成绩。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公告一些已经打开的成绩。那先讲你的好了，之前你已经开箱过听力跟阅读，都有通过，然后现在就是剩写作、KM 口说。对，现在是剩口说还不知道，还在信封里面。对，写作的话是8分，然后 KM 是6分。然后我的部分之前就是阅读考过了嘛，然后其他都还不知道，或者说听力已经失败一次了。那这次听力6分 ，KM 也是6分。对，这是我觉得蛮 OK 的结果，没有就是这边分数很高，然后其他可能就没过这种感觉，至少都是刚好低空飞过有过。然后在我们最后2月底考完的时候，大概过了3周以后，我们几乎同时收到了5个信封。对，是我有3个小的信封，然后你有1个小的，然后我还有收到1个大的，所以我现在蛮有信心，这大的应该是通过我的文凭吧。然后这3个我就很纳闷了，因为我剩下的2科还没有开箱嘛，就是写作跟口说而已。可是为什么3个信封？你有讲一下你为什么没有那个吗？过了，刚好了，好可怕！
开都不会考。对啊，要不然怎么办呢？不就开了吗？我靠，你刚好6分呢！你口说没有过的话，你就要考很难的。我倒没有想到，对。对，大家在镜头面前讲这个有什么那个的？好，你先看那个好了。对。好，你先看那个。可能正面是没有分数的，口说6分。你很高哎！我会凑满好几个6分呢，这是我最希望的结果。就是你很高哎，你们都觉得我这1-2年多读的和文都是浪费的？没有，我没有读和文，我是在学怎么样通过考试而已。那以这个目的来说，我达到。可是我也不想都考很高分，表示因为这个投资对我来说是没有对融入没有帮助的，不是正在学和文，这个是在通过考试而已。可是让我觉得我这1-2年好像比较比你会说的感觉。有，我真的现在一句话还是讲不出来。好，那下一个就是写作啦，是不是？对，写作我也很没有把握。为什么？就我考完出来，感觉我甚至口说比较把握，写作的题目跟我写考古题的方向完全不一样。那我帮你看一下。好了，你直接打开。写作也是6分。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对啊，可是我觉得太厉害了。你厉害点在哪里啦？全部6分。我现在集满了5科，4个6分，1个7分。啊，你哪一科7分啊？阅读啊。哇，这真是你最想要的结果。对。好，第3封，你神秘的第3封信。其实他就是把前面的重整起来。它就是重整。我觉得历史上应该很少有考生考这种分数。就说这种程度，就感觉考试的应该很少。一般正常人会准备比较有信心一点再去考，所以考出来可能会7分8分。对啊，因为1科50欧啊，大家会觉得你丢在许愿池里面啊。好的，所以我们这边旁边会有秀出我们所有的成绩。好，现在开这个最大的，会不会是什么呢？哦，还有因为这边有浮水印，应该看不出来吧？应该是荷兰的骨灰吗？哦，有 diploma 哎，哇，这是什么？它上面写什么？还有你我的名字啊、生生日啊，然后出生地。哇，如果这么丢脸的东西要写在文凭上面，文凭上面会有成绩，不是给一张文凭说通过。好，我们开箱完成绩了，那大家先不要关掉，我们讲一下总结心得。好，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对于 Impeller Online 的那个平台啊，你用起来你觉得感觉最有帮助的是哪一个部分？最有帮助考古题吧，练习题吧。然后KNN 其实我觉得也蛮有用的。我们 KM 全部都只有念 Impeller Online 的，对，我们没有念什么，我没有拿什么，对，我后来发现其实还有书什么，我没有，我就全部只念那个，对，然后就是大概就我以为那是全部了，没有 KM 没有范围的。哦，这样哦，对啊，反正读那个我就觉得也是吸收蛮多资讯的。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是从零开始，那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一些以外，对我来说，我觉得帮助最大除了 KM 以外，我最有印象就是文法。因为对我来说我是零基础，那真的去买一本文法书，我完全会不知道什么叫做 A2 范围。对，那有那个平台以后，我就很明确知道，这些就是 A2 范围，多的我就不用管。所以我对文法的要念哪些的范畴，就可以蛮精准的。这2个月挑战你的简短心得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简短心得我觉得看你啦。我看你，我觉得从零基础到真的去考试有点辛苦，你要撑起来，就像你现在的低空飞过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在备考过程当中，我觉得看起来会很辛苦。对，就是一个填鸭的过程。对，而且你每天就是你一定都要接触，你就是要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状态。可是像我就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所以我都是考前可能头1-2天，可能我才赶快。对啊，你就是靠你的和文底子，然后再去加强一些考试的技巧跟经验去考试。对，还有考试的题型，我可能就是专注于在考试题型，就这样就去考试了。对，用这样子2个月的时间去备考，我是觉得可能还可以，大概掌握一下题型，就还蛮充裕，就是我觉得还算充裕。OK， 对，2个月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不是要念什么，而是不要念什么。
因为时间真的太紧凑了，然后网络上的资讯超级多，资源太丰富了，然后这时候要取舍什么不要念才是最困难的。哦，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有你，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大考试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你在前面引导，因为原则上大多东西你会先比我先读嘛，所以我考试的时间可能比较前面，但是你会先比我早读，你就会先帮我先筛掉我不要读什么，我只要读什么，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我觉得我备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我对软体工具的应用很熟悉，就是我可以很快找到一些方法去归纳出我要的东西出来。那这个我会在后面的影片分享，就是更细的分享我是怎么样去应考的。那不是说我觉得这方法多棒之类的，只是我刚好知道这个知识、这个工具，然后分享给大家看能不能合用，合用就可以拿去用。不然以这么低分，好像也没什么值得好炫耀跟让大家学习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有在迭代啊，就是有一些工具是一开始你跟我说怎么用，结果后来过没多久，我就觉得好像读不太起来，然后就说哦，我没有跟你讲我换工具了吗？对，就是我迭代调整的速度很快，就是我这工具用了2天，我就要马上当机立断觉得这不行，这方向一定要改，然后就花一点的时间研究有没有更好的工具，然后再马上改。对，不是说崩溃爸用的工具都适用于大家，也不一定适用于我身上，但是就是大家真的是从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方式。对，而且现在 AI 的工具发展真的太快了，我现在分享给大家，可能过1-2个月后就马上有更好更快的出来。对，所以就是仅供参考。这次的挑战纯粹是一个实验性质，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要融入或学习和文好的方式。蛮多人都说为什么要这么早考？因为怕它变成 B1。可是变 B1， 那你为什么不等到待到5年之后再来考？没有，我怕等我们待到5年的时候，规定已经变成 B1 了。哦，你就是说我们就要考 B1 了。你是说我们可以碰个运气，说虽然我还没打5年，但我这5年内我就先考好了，考到 A2， 他会就然后说哦你过了，我过了，然后我就不会再要求你考到 B1。对，有这个可能啊，但是会改怎样没人知道嘛。那既然对啊，反正这样有这个时间。对，而且5年之后变老了，记忆又更差了。这倒是真的耶，我觉得记忆。对啊，再过几年，可能书都念不起来了。真的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早考早好了，早超生。对。好，那我们考过这5科里面，你觉得哪一科是最简单的？阅读。这应该毋庸置疑，我只有1科是7分。阅读。对，阅读。那哪一个你觉得最难？最难哦，我觉得是听力。听力哦，不是口说。因为口说其实题型就是那几个，然后你好像比较知道你该怎么应答的句子，跟你要加的。那如果改版后的口说呢？跟听力？改版后的口说，因为我曾经有做过那个官方考古题的新版，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不算难。因为虽然你不会单字，你原则上就答不出来，但是你可以用竭尽你脑袋中所有的和文单字去随便乱讲那个图案，你就好像你还是有东西可以讲。会吗？讲得出来。以我的状况，我那时候试着练习，我觉得我看图片题我就直接放弃。可是你听力听不懂就没了啊，你就根本就不知道，然后谁滴答滴答都要过啊。听力是选择题啊，所以你用猜的。对啊，还是有机会啊。口说是直接0跟1，就是直接没有分数。好像是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听力，我觉得听力比口说难。OK， 如果是我的阅读最简单嘛，那我觉得改版后口说，我觉得会是最难的。那改版后前面呢？改版前哦。对啊，改版前我觉得口说还是比较难。那改版后的口说一定是真的很难。对我来说，对我这种填鸭型的选手，因为那个单字我填鸭的单字量没有这么多。对，所以他就是很吃单字啊。对，他很吃单字量。那我的单字有背的部分只有，例如说运动是背2个。我不会去多背这么多。但是口说新的图片题，你的单字量就很广。那我背那个很广单字量，就只是为了口说会用到而已，所以很难。对我来说，这种填鸭很困难。那如果再考一次，你考科的顺序你会变换吗？我不会，我觉得我这次分配的很好。我考科顺序的话是先考阅读跟听力。对，阅读原则上是我最有把握的啦。然后听力那时候就是想说，就是可是你那时候应该想说都是 input， 对，都是 input， 所以我就想说先去考看。但听力真的是受到蛮大的打击的。然后第2次考我是考 KNN 跟写作。
然后我把口说放最后，因为口说是我本来就最没有把握的。对，我不会改变。如果是我再考一次的话，我一样阅读会先考，让自己那个信心先拉起来。只考一科吗？对，先考一科，因为我的心得是，听力这种东西是很难短时间内填压的。它是一种很像肌肉记忆的东西。是要长时间去慢慢 cooking 的。那中途我可能会插一科 KMM，因为 KMM 其实考的是阅读的单字量跟听力，但听力比重没有这么重。有阅读单字量吗？有，因为你题目是用听的，答案是用看的。对，所以中间我可能插一个 KM。然后像写作，它虽然蛮偏简单，但我觉得没有先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写作蛮适合跟口说一起考，因为你背的题型啊、单字量都很接近，所以我会把它放在一起准备。对，那所以就放在后面再一起考。那这中间就是一直去培养口说跟听力的那个技能。外面的去外面 ST 什么上课它一样会分 A0、A1、A2 这种感觉，或什么 A1 minus。那我考完这个考试的心得的感觉是，如果你的口语程度真的有 A2， 那你去参加这个 A2 的考试，你就是几乎不用准备就很自然可以过。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考得过，不代表你有 A2。就是我们啊，对，就是我们。我现在如果要去上外面的俄文课，我应该是从 A0、A1 开始。对啊，对，有 A2 能力的人一定考得过 A2 考试，但考得过不见得 A2。但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还是真的觉得，像我们在这边，如果你真的要长久居住下来的话，学荷兰文、会荷兰文，其实还是对于我们跟这个社会是有连结的啦。虽然我们是考过试，但是我们觉得还是真的是学荷兰文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考完以后，我自己觉得 A2 这个难度设计的还算蛮合理的，就它真的对日常会有一些帮助，然后你真的有念书是有机会会考过的。这次挑战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应考的技术啊或者是工具，可以再看下一支影片。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See you， 拜拜。